数千万年前，自然之力致使两块巨型物体无法回避的撞击，改变了地球的地貌，并决定了数千种生灵的命运。这自然之力实为板块漂移，两块巨型物体则分别为南美洲与北美洲。虽然南北美洲仅以每年 2.5 厘米的速度互相挤压着，这两块大陆的撞击事实上对生物造成了巨大影响。它促成了地球历史上最壮大的生物迁徙——南北美洲生物大迁徙。我们的故事要从6500万年前说起，那时哺乳动物时代刚开始。现在的北美洲和南美洲当时被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海洋通道隔开。在这一时期，南美洲是许多动物的家园，其中包括大如小型汽车的装甲齿龙、重于1吨的巨型地懒，以及负鼠、猴子和肉食性恐怖鸟类。北美洲也有其独特的生物种，例如马、熊以及剑齿猫。超过2000万年前，费拉龙与加勒比板块的移动创造了中美洲火山岛湖，一个与北美洲相连的半岛。此半岛与南美洲间仅有一狭窄的水湾。在比太平洋海床更深处的岩浆层上，这些板块继续移动着。加勒比板块逐渐东移，终于在1500万年前左右，南美洲与中美洲岛湖相撞。这导致了太平洋与加勒比海间的水路逐渐关闭，形成了一座连接着南北美洲的陆桥。陆生生物现在可以穿越2大洲。根据化石记载，动物曾经历过不同的扩散浪潮。虽然植物并不能实质上的移动，但是它们亦随着风浪飘散，所以植物是最先迁徙的，同时也有一些鸟类。随之是某些淡水鱼与两栖动物。最终，各种哺乳动物开始穿越陆桥。来自南美洲的地懒和食蚁兽等哺乳动物广泛扩散于北美洲。此外，许多南美洲的热带哺乳动物，如猴子和蝙蝠，在中美洲的森林中定居下来，如今数量很多。有袋动物南美洲的捕食者在300万年前灭绝了。此时北美洲的捕食者，例如猫科动物、熊与狐狸，向南部迁徙，占据了有袋动物留下的生态空间。马、美洲驼、貘、美洲狮、剑齿猫、嵌齿象以及之后的人类都南下穿过陆桥。但是陆地上的故事仅仅是整个故事的一半。当原本巨大的海洋被一分为二时，两个水体有了温度差与盐度差。地峡成为了许多海洋生物的屏障，例如软体动物、甲壳动物、有孔虫、苔藓虫与鱼类。这导致了暖水流穿越大西洋，从而影响了北美东海岸、欧洲西海岸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气候。统计南北美洲撞击给全世界造成的影响比较困难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美洲生物大交流的涟漪已经波及地球上的生命史和人类史。如果使这些物种没有灭绝，或者中美洲没有猴子，又或者南美洲没有美洲虎，世界会怎么样？假使温盐环流不存在会怎么样？北美洲东海岸会更寒冷吗？这些都表明了我们星球最有影响力的转变，往往都不是那些瞬间发生的爆炸性事件，而是那些徐徐而至却无法逆转的事情。我们是历史的作品。感谢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击订阅，不要错过学习新知识的机会。